真是白长了这副皮囊，3年了，连个男人的手都没摸到，换个稍微有点本事的，孩子都抱俩了。你倒好，不但没勾引上，反倒成了他的仇人。姨母，这事儿真没那么简单。表哥他克己复礼，嫌我胸太挺，腰太软，要不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。放肆！我什么年纪了，我去试试。姨母，要不换个人吧，我去试试勾引尚书大人。大胆！你敢！我是让你来帮我争权的，不是让你来跟我夺权的。唉。把这几本书拿回去细细研究，务必融会贯通。若再成不了事，就让二妹来；二妹不行，就让三妹来。二妹年方13，三妹才11。姨母这是在逼我，也是在给我活路。勾引表哥3年，我仍是完璧。可表哥是谁？他是尚书府培养的顶好儿郎，全京城最循规蹈矩的探花周明安，只一心爱慕京城第一淑女阮清明。而偏偏我看起来挺不规矩的，他一次次冷面拒绝，我一次次迎难而上，全京城视我为笑料，戏称我为壮男强小姐。壮男强小姐来了！终于，我放弃了他，细腰一扭，我垫入另一个宽阔结实的胸膛中。小姐这是何意？小姐我不撞南墙了，想撞你。3年前，姑母去世，姨母回乡奔丧，她看中我傲人之姿，将我带回京城，以寄居之名在尚书府住下。尚书就这么一个独子，又是人中龙凤的探花，在外不寻花问柳，在内亦无通房暖床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你须得将周明安拿下。他是妾室，多年无出。周府大夫人去世多年，始终抬不上主母之位，急需娘家人助他一臂之力。蓝桥明白，我同意了。毕竟见到周明安第一眼，我也心生欢喜。那么芝兰玉树的君子，谁不少女心动呢？可问题也在这儿，他太君子了。3年来，我使出浑身解数，该做的不该做的都试了一遍，也没能让他对我有丝毫不轨之举。我一度怀疑他有断袖之癖，直到那天我看见他与阮清宁说话的样子，我才明白，他不是不喜欢女人，他只是不喜欢我这一款。他爱慕的是京城最皎洁的明月阮清宁。唉，姨母，算了吧，表哥他真的不喜欢我这样的。胡说！我不信有男人不喜欢你这样的。周明安他再君子，还能不是个男人？在他的坚持下，我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府里下人们看我的眼神越来越轻蔑鄙夷，而府外我女追男而不得的名声也彻底传开。听说了吗？尚书府那位表小姐又被探花郎赶了出来。真是不知羞耻，大家现在都叫她什么来着？哦对，壮男强小姐。我姓庄，名蓝强，哼，就还挺贴切。这日，周明安在府中设宴，请几位世家子弟和同僚吟诗作对，其中还特别邀请了阮金明。我有心地去看看这位阮小姐，若是能学得1-2分姿态，或许周明安会对我另眼相待些。凉亭内忽而安静，个个睁大眼睛看着这边，我有些惶恐，莫非是头饰、衣服出了问题？表哥，姨母让我再送些吃食来，说别怠慢了各位贵客。多谢姨娘挂心，表妹放下便可。明安，这便是你府中那位，壮男强小姐吗？是。一直只闻其名，不见其人，倒是个美人呢。确是个不多见的美人，难怪周兄从不带表妹赴宴，想是怕人抢了去吧？细看之下，表妹的姿色不比阮小姐逊色，周兄不可藏娇，理应让表妹多出来走动才是。她一介粗鄙妇人，胸无电墨，如何与阮小姐比得？莫要脏了阮小姐的名讳。
明安不懂怜香惜玉，须知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就算表妹文墨上逊色一些，德行想必是极好的。我顶着撞南墙小姐的名头，德行可算不上好。这话说来，反而会让人觉得我无才又无德。不知这阮小姐是有心还是无意。表妹小心！居然敢当着我的面跌进别人怀里！自那日后，周明安待我更不如从前。以往遇见，虽冷淡寡言，至少能正常说话。而现在，远远的见我便转身，视我如瘟神般避之不及。下人们惯会察言观色，瞧我如此不受待见，个个幸灾乐祸，阴阳怪气。姨母见我更是面色不悦。你真是白长了这副皮囊，3年了，连个男人的手都没摸到，换个稍微有点本事的，孩子都抱俩了。你倒好，不但没勾引上，反倒成了他的仇人。姨母，这事儿真没那么简单，姨母自己试试就知道了。放肆！我什么年纪？我去试试。可表哥就是不喜欢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把胸挺到他眼皮子底下，他先挡了视线。哎呀，我跌在他怀里，他说我腰不好，该去看看。我含情脉脉地看他，他说女子当自尊自爱。姨母，他这个难度太大了，要不换个人吧？我去尝试勾引尚书大人。大胆！你敢？我是让你来帮我争权的，不是让你来跟我夺权的！别哭了！这几本书拿回去细细研究，务必融会贯通。明天晚上我安排人给他下梦药，你洗好装扮好，去他房里。若再成不了事，就让二妹来；二妹不行，就让三妹来。二妹年方13，三妹才11。姨母这是在逼我，也是在给我活路。这2天1夜，我依葫芦画瓢不停地练，压腿、扭腰、倒立、悬挂，一身酸痛，全是那些画本子害的。以至于那日夜里，我依照姨母指示，偷偷潜入周明安房里时，一个跨门槛的动作就疼得我龇牙咧嘴，差点叫出声来。表哥，姨妈果然是个狠人，不是自己亲生的，下手可真不含糊。表哥，抱歉了，要怪你就怪姨妈吧，我也很吃亏的。表哥，蓝墙帮你解开，你这么多汗，想来是不冷的吧？哎呀，这是个什么结啊？谁？肯定是这几天我太辛苦了，产生错觉了。腰像针扎一样疼，根本弯不下去。表哥，就当都亲过好了，我们直接到最后一步吧。怎么一个完整的姿势都想不起来了？还好把那本画册带来了，刚进来时放在门边，就为不时之需。这不行，腿抬不起来；这不行，腰受不了；这捂眼睛。表哥，醒醒！你屋子里好像有奇怪的东西。表哥，你能不能现移看一下？你为何总要来梦里？表哥，我疼，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
主子，火已经按您的吩咐放好了，需要属下进去处理周明安吗？不必。先发制人，必须装可怜。姨母，并非蓝强不中用，是天不利我呀！昨夜正要成事，谁知府中失火了，是真的失火了，不信可叫下人来问。我组织救火，又清点财物，折腾一宿。你说失火，我知不知道？糟了，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，得转移火力啊！姨母当家，想必是知道的。姨母昨夜怕是累坏了吧？两个眼睛又青又肿，像是一下老了10岁。真的，我的眼睛很吓人，很显老。快去袖珍坊给我买最贵的嫩玉膏。既然已经得罪了，不如装老实人装到底。袖珍坊的嫩玉膏根本没用，姨母莫要被骗，您这是年龄到了，正常变化而已。现在，立刻！勾引周明安不成，好像还在姨母面前失宠了，这以后的路可怎么走？小妹妹，这编竹了手艺难不难学？手脚灵活的倒是不难，若是不那么灵活的呢？那怕是只能以勤补拙了。好妹妹，我很勤快的。是了，我得为自己寻条后路。我本也不慕那人间富贵，若是学会这个手艺，大不了回乡卖竹篮去。我学会了，再教会2妹3妹一起编，何愁过不了生活？拿去给姨母，就说是我买的。庄小姐，这么巧，我府上不日设赏花宴，今日特地上门送帖，邀请周兄和庄小姐务必一同光临。我心中既另有盘算，也不愿再掺和这群公子小姐们的事，只盼着周明安拒了，我赶紧走人。周明安却并未拒绝，只是淡笑着送客。经历昨夜一战，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就是个百无一用的花瓶，勾引男人这种考验技巧和天赋的事，我根本就干不了，还是编竹篮那种简单的活更适合我。表哥，蓝强告退。昨夜你是否来过我屋里？没有。没有。昨夜失火，我害怕的没敢出房门半步。表哥是不是做梦惊着了？表哥看上去似乎脸色不好，须得注意休息才是。蓝强以后尽量不打扰表哥。小妹妹，玉镯给你，你就收我为徒吧。学成之后，绝不在附近5条街之内摆摊。那好吧。于是接下来几天，我每日早出晚归，跟着小女孩一边学手艺一边出摊。那几日的市井烟火，是我尝过最暖的人间滋味。我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安稳的日子，却不知危险已悄然逼近。师傅！马儿在距我们半米之处康康地停下，我俩惊恐地望去，马绳被一高大男子单手拽住，旁边有护卫迅速地奔过来，围拢着他。那人在光晕中蓦然站立片刻，似在看我们。我有心道谢救命之恩，未待张口，那人不发一言，转头跃上一辆华盖4马高车，护卫列队小跑在后，转瞬离去。那辆马车我认识。失笑，那人一看就是高攀不起的人物，你如何认得？他最近这段时间每日从我摊子前路过2趟，你从未留意？有吗？几天后，姨母令我赴安国府参加赏花宴。安国公此次设宴，名为赏花，实为挑选孙媳。京城里有点头面的公子小姐都会参加，保不齐哪家小姐看上明安，你同她一起去，摆出未来正式的派头，绝了那些人的念。哦，是。我有衣裳穿，不必再送我。姨母太客气了。送你？哼，想得美！这是我压箱底的宝贝。你赴宴时穿上，必能艳惊四座，震震京城这群小姐们，也让他们知道我尚书府主母的态度。他不说话，我也不说。
依旧在心中盘算着竹篮的生意。总不会是想扶我下车吧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这便是尚书府那位壮男强小姐，竟有如此美貌。话说她怎的与阮小姐穿同一款衣裳？探花郎对阮小姐有意，人尽皆知，难不成是故意来比美？要说比也比的，单论外貌，似比阮小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又如何？哼，这位名声不好，与阮小姐可是一天一地，难怪探花郎嫌弃。庄小姐可有什么爱吃的？后厨有好吃的果酒，是否想要带些回去？哦，不了。此等场合，收起轻浮之举，莫让人笑话。看，阮小姐来了。庄小姐第一次参加宴席，明安可得好生的照亮着表妹才是。子施主，世子，去给阮小姐送上一朵最娇艳的牡丹作为赏头。母亲当众撮合，可我心里……这才是珠联璧合的佳人啊！3年倒贴撞南墙，心上人给别的女子送花，他竟还坐得住。这才恍觉自己也算半个当事人。想到这3年小丑般行径，我一时也惭愧的紧。庄小姐，我心悦民安。想到这3年小丑般行径，我一时也惭愧的紧。庄小姐，我心悦民安。虽未与他互通心意，想来他也是心悦我。我一直知道他府上有位壮男强小姐，并未当回事。他品性高洁，我知他断不会被你这般女子乱了心剑。可那日见你，方知你如此美貌，我日后必是会嫁入尚书府做主母的。有你在，主就是个隐患。倒不是担心明安受不住诱惑，而是他府上那位上不了台面的姨娘，必然会想着各种法子抬举你。他话语如此直接，自是万分自信，绝不怕我将他的话泄露出去。阮小姐，你或许不信，其实我对表哥已没了心思。你若是愿意再等等，我或许就离开了。届时你和表哥……你是傻的，等当别人也都是傻的吗？你处心积虑这么久，尚书府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会白白的放弃？其实是真的。庄小姐，我想了个法子，你追求表哥爱而不得，对我因妒生恨，故而做出不甚理智的行为，如此你和明安没了可能，那位姨娘也失了助力，我便能安心的嫁了。所以我做出了什么不甚理智的行为？好强的气场，男人的脸明明没有表情，却让人莫名的心生胆寒之感。小姐这是何意？小姐，我不撞南墙了，想撞你。水性杨花总比阴足生恨、推人落水的罪名好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人呢？去哪儿了？阮清宁失身被周明安抱了身子，算是破了男女大防。尚书府微表诚意，立刻下了重聘上门提亲。那日我情急之下抱着的男子，却没人告诉我他是谁，只知道身份贵不可言，连安国公在他面前都诚惶诚恐，而我终究落了个声名狼藉的下场。据说，要不是周明安和安世子一力说保，我可能会被太傅府的人直接送官了。说亲时，太傅这边唯提出的要求，就是不能再容我在府内。尚书大人为了颜面，第2日便将我赶了出来。
你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！他因反对赶我出府，被尚书大人扇了耳光，技不如人，落得这般田地，怨不得人。拿着，先在城内找个地方住下。现在新人即将过门，等我先稳定住局势，再择机让你回来。姨母，其实那天在湖边，阮小姐说她心悦表哥，所以才设了这个局。她说她自幼学识规矩都是顶尖，嫁过来不能被我们这些人弄得失了体面。哼，这些世家出来的贵女，外观看着干净高贵，里面一个比一个龌龊。当年我能在大太太手下熬过来，所受的搓磨可不是你能想象的。现在我能站在这里，无非就是命长一些而已。蓝强，你也不用记恨这几年姨母逼你，我无依无靠，活到了这种程度。周明安是难得的良人，我也不算害你。他一个人好强了半辈子，其实也寂寞可怜。总归现下京城已入冬，冰天雪地也不好走。我决意待到明年开春，姨母这边让我放下心喉，再动身也不迟。表哥，以往蓝强多有得罪，给你赔个不是。今日一别，还望日后一切安好。上车。这是哪里？你先在这里住下，日后我会再带你回府。那日我不先救你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水性好。你心目阮小姐，无论如何，救她都是应该的。我并没有推她。青宁应该是一时受惊吓弄错了。你信我？我们相处3年，你虽然行为偶有不妥，但你心性简单纯良，不会使用阴私算计的手段。表哥这么说，我心里更愧疚了。现在太傅府那边对你有所察觉，待青宁嫁过来，我再和她好好说说。用不了多久，你便可再回来。回去做什么？我会纳你为妾。我会纳你为妾。为何？你那日当众与男子有亲密之举，京城内再想寻找好人家，怕是不易。你此番境地，我也有责任。我纳了你，是最好的解决之法。日后你虽与青宁有名分上的差距，但所用所得都不会与他有半分不同。表哥，谢谢你为我诸多考量。不过你现在有了阮小姐，我不是很喜欢她。这几年的荒唐事，你都忘了吧？尚书府，我不打算回头了。这个院子，我就不住了。你一介女子不住在这里，能去哪儿？蓝强，我知道你和姨娘都想着正妻之位，可如今我与青宁亲事已定，万不能更改。我已承诺你，绝不会对你差别对待。青宁也是品性上佳之人，你虽为妾，必不会如其他后宅女子受搓磨。你心思简单，不明白这世道的艰难，没有尚书府护着你，日后会遭受诸多苦。你我总归有年少相伴之意，我不会害你，你万不可任性。我知晓表哥对我的照顾之心，只是我的心思已发生变化，不愿再重蹈覆辙。天下之大，总有我容身之所。我不求荣华富贵，能自由活下去便可。表哥，别过。蓝强，我朝他挥了挥手，就像在挥别一段过往岁月。后来我和小女孩住在一起了，她家中只剩下一个盲眼奶奶，我去作伴，她求之不得，甚至拒绝我付房租，所以我们白天一起出摊，闲时编竹篮，利润虽然不高，倒也过得去。从高门深宅到市井大街，我做好了充足的吃苦准备，却没料到运气却意外的好起来了。偶有小厮欺压，第2日就见他们鼻青脸肿，在街角跪成一排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有公子觊觎我美色，想让我进府做妾，可转日就备了一车礼，为自己言行不当赔礼道歉。至于生意，那更没必要说。定100个，我们要500个。照着我和小女孩的编织速度，只怕到了明年开春都忙不停。好事一桩接一桩，就这个待遇，不要停！好日子过得飞快，
转眼就到了腊八节，我照旧守着摊位忙活。庄小姐，未料你竟沦落至此。庄小姐，未料你竟沦落至此。尚书大人未免太不念旧情了一些。你也不用怪我，阶层不同，自然命运有别。我不怪你，我谢谢你才是。你缠上了明安3年，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你一分一毫，尽落他厌恶和鄙视，也是可怜。如今我与他不日将行大婚之礼，你此刻再说这些逞强之话，又有何意义？我是真的谢谢你。若不是你闹那么一出，我不会从尚书府出来，也不会如现下这般过上轻松开心的日子。我阮清宁怎会将你这么一个女子曾当作对手，真是可笑又可悲。我疑心看花了眼，欲上前看仔细，却见他突然转身，大步的离去。这是哪家公子？居然像谪仙般的人物，我日后也能嫁个这般的男子就好啦。是啊。不久，京城内的房市忽而严苛起来，街上行人逐渐的变少，不时有官兵列队跑过，弥漫着风雨欲来的莫名气氛。朝廷会有大事发生，你们这段时间不要再出来，我们也都回家避祸了。我和小女孩听话的开始闭门不出。年关将至时，盲眼奶奶忽发疾病，昏迷不醒，小女孩急得大哭。我立刻拿出姨妈当日给我的银票兑了银子，请了大夫来家看看，却仍束手无措。老朽是何管家，受家中主人嘱托，特来邀请小姐去府上过年。主人是谁？为何邀请？主人与小姐有前缘，身份日后自会揭晓，但绝无恶意。而且府上著有名医，或可帮忙诊治家中病人。奶奶命悬一线，我只能赌这一把。我带着小女孩和奶奶上了随行来的马车，到了宅邸，方知是座深宅大院。奶奶被抬到府内医馆，而我被引到了一座安静别致的雅院小楼，里面物事奢华精美，一应俱全。2个小婢笑容满面，恭敬地上前服侍。那一夜，我躺在温暖的芙蓉锦中，想破了脑袋，也没想到我和谁有如此泼天富贵的前缘。不想了，全当是老天爷的再次宠幸。从那日起，我过上了比在尚书府滋润百倍的生活。奶奶的病大好，住在后面偏僻的院落，有专门的大夫照看。你不编竹篮了吗？哼，都过上这样的日子了，谁还编那个？等哪天主人回来了，发现找错了人，再重新拾起手艺也不迟。也是啊，住进来快1个月了，我还没见过这间宅子的主人。何管家，宅子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？主人在外忙事，等完事了就会来，小姐安心住下就好了。除夕那日，我在院子里随意的走动，隔着长廊镂空窗，目光看到一个府里的大夫提着药箱快步往后院走去。我有心跟上，本以为没了路的后院，穿过一扇垂花门，居然连通了另一座宽敞的大宅。是那日我失身后抱住的男人。2座大宅并挨着，中间有通道穿行，府中的大夫又出现在这里，难不成那个说与我有前缘的男人就是他？你们先退下，进来吧。是在说我吗？是说你。你就是宅子的主人吗？为什么要帮助我们？你总归要嫁我，我不能让你在外面受苦。我为什么要嫁你？你总归要嫁我，
我不能让你在外面受苦。我为什么要嫁你？那天不是你主动扑到我怀里来的吗？你我在众人面前如此亲密，我怎能不取你之礼？他说的如此理所当然，我却一时转不过弯来，觉得有理，又觉得哪里不对。可他们说你身份尊贵，不追究我冒犯之罪，就算法外开恩，怎会因为这点事娶我？我自幼读书明理，既让女子名声有损，自当负起责任。难道你竟没有此意？觉得与男子失身拥抱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？当然不是，我自然是希望你能娶我的。你既有此意，我自当遵从。只是婚礼之事尚需等等，因为什么？我最近在朝中遇上了一些事，外人对我诸多诋毁，还在处理麻烦中。你若跟我扯上关系，难保不会受影响。哦，所以你只是把我安置在隔壁的宅子中，却不来找我，是怕牵连我吗？那一天的事，原是我主动为之。你身份尊贵，愿意娶我已是君子之举。如今你又为我百般盘算，我很感激。无论外人对你如何诋毁，或是与我何牵连，我们既决意结为夫妻，自当共进退。既如此，你先唤我一声来听听。唤什么？唤我相公。既如此，你先唤我一声来听听。唤什么？唤我相公。相公。来，帮相公接着上药。肌肉坚固遒劲，硬朗又弹性。我指腹轻柔的打转，感受着刚与柔的碰撞。他浑厚的气息又时时压迫着我，我感觉披风下的衣衫都已汗湿。相公，我里头湿了，我得回屋换件衣衫。你好生歇息，明日再来看你。相公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寒。我回去时情绪复杂。我怎么忽然就把自己嫁出去了？接下来几天，我每晚穿越垂花门去帮沈寒上药。我和他渐渐也熟识起来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每晚穿越垂花门去帮沈寒上药。我和他渐渐也熟识起来。这些天的关心，倒觉得你与初见时判若两人。初见只觉你生人勿近，如今才知你本来就是个温柔妥帖的人。想来倒是我最初先入为主了。我遇到了一些事，世人毁我、诽谤我，甚至伤我，我不得不暂时露锋芒求得生机，他们便怕我、恨我。因为这些人我不在意，便由得他们去了。但我不希望你对我有此生分。我明白了，就像很多人叫我壮男强小姐一样，嘲笑也罢，讽刺也罢，嘴在他们身上，其实也伤不了我分毫，我从不在意的。你也没有嫌弃我，对吗？完了完了，再看下去，我要彻底慌神了。我的心跳得快蹦出胸膛，却见他的耳枝也翻上了。不知不觉过了正月，沈寒白天似乎很忙，从不见人影，但他晚上一定在，总是沏着茶，坐在那里等我。府里应有尽有，我便也未踏出大门一步。那日小女孩受不住寂寞，出去逛了一圈，带回来一个了不得的消息。皇帝突然大搞什么文字狱，京城3品以上的官员或罢黜，或抄家，或下狱，甚至有斩满门者。尚书府呢？我说不出所以然来。我当即换了身布衣，急速地往尚书府赶。街上的人迹稀少了许多。当看到尚书府的牌匾已经被取下时，我径直进入府内，见到姨母，见她虽眉心紧锁，但人好端端的，这才放下心来。这阵子派人出去找你多回，始终无音讯，还以为你出事了。我这才知道，也算不幸中的万幸。尚书和表哥都被罢了官，暂且没有生命危险。阮清宁的娘家被全体下狱，她因嫁出去，算是躲过了一劫。蓝桥，蓝桥，表哥，我到处找不到你，以为你死了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怪自己，蓝桥，你不能再离开了，我不能再让你离开了。他将我抱得极紧，姨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在了。我僵着身子，一时不敢动。你们在做什么？
她的模样也变了，固然还维持着精致的容貌，但脸几乎受了脱相，眼睑、颧骨高耸，很难再与国色天香这个词联系起来。蓝强刚回来，我一时激动。你见到家人了吗？情况怎么样？他活着还是死了？你激动什么？我家人遭遇如此惨天，你非但帮不上忙，却背着我和你表妹偷情。周明安，你对得住我吗？早知如此，我不如选安世子。我回来看姨母的，这就走。不行，外面现在乱极了，好容易找到你，你不能独自离开。自己怎么跑出来了？现在外头乱，以后要出门，让何管家给你安排马车和护卫。我担心姨妈就着急出来了，以后会记得的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蓝强，你不能跟着他走。蓝强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他怎么不能和我走？蓝强，你不能跟着他走。蓝强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他怎么不能和我走？蓝强，这不是真的对吗？表哥，沈寒说的没错，我和他就快成婚了。蓝强，你太单纯了，你不知道他是谁，他不会和你结婚。周明安，你倒是说说我是谁？我说，你是先皇独子，本该继承皇位，却因带兵出征，指挥不当，是我朝10万精兵丢了性命的骠骑将军。你是掌管当朝诏狱，让人闻名色变的玉面修罗。你是害我全家无辜入狱的血海仇人。他只是一时情急才出口不逊，还望沈大人不要和他计较。蓝强，到我身边来。你们口中的沈寒不是我认识的他，我脑子不如你们聪慧，思想不如你们灵巧，但我既答应嫁他，就会相信他，所以我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我只听他说。阮小姐，你父亲阮太傅贪赃枉法，买卖官职，受贿白银80万两，有人证物证，且他已全盘招供画押，何来无辜一事？这罪名即便坐实，也不至将我全家下狱。哼，你们全家下狱，确实是我有意为之。为什么？我们家哪里得罪了你？你父亲阮太傅贪赃枉法，买卖官职，受贿白银80万两，有人证，有物证，且他已全盘招供画押，何来无辜一事？这罪名即便坐实，也不至将我全家下狱。哼，你们全家下狱，确实是我有意为之。为什么？我们家哪里得罪了你？你们自不敢得罪我，但是你却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。那日湖边，我看着你自己犯赃给我未来夫人，我本非断案分明的包青天，还不能有点徇私骗变吗？你们家受的这些祸，归根到底可都是你招来的。就因为这个？就是因为这个。原来沈寒得知我一人去了尚书府，直接牵了匹马便飞奔而来。从尚书府出来，我们在长街上一路穿行，亲密无间的像一对寻常夫妻。到了大门，他牵着我，顺着庭度长廊一步一步的往内院走。我在马厩里看到了那辆大街上见过的华盖马车，看到了护卫静止的面瘫老板，看到了慈眉善目管家和王家夫人。我霎时明白，原来我曾以为老天爷的宠爱皆来自同一人。正愣间，沈寒已牵住我的手，带我走进一间卧房，里面红烛喜被，已布置成洞房模样。身后房门被沈寒轻轻的掩上，我转头便被按入一个滚烫的怀抱。忍了好久，刚才就想做这件事了。下一秒，他蓦然俯身向我靠近。我和沈寒在那间屋子里整整2天没跨出一步，整个人似在小船荡漾中睡去，又在温柔摇晃中醒来。第3天傍晚，窗外燃了一大片火烧云，他用狐毛大氅裹住我的身子，抱着我跃上屋顶。我靠在他怀中，远眺天边的极致美景。我19岁那年被父皇任命骠骑大将军，率领大军抵抗蛮夷，得胜之际却遭遇小人埋伏，10万将士命丧边关。我从血海尸山中杀出来，回到京城却被告知父皇母后暴病身，皇叔临危受任登基为帝。我很快查到的一切都是皇叔篡夺的阴谋，他不仅害死了我父皇母后，更害死了10万将士魂离故土，这笔血海深仇我不能不报。他忌惮我却不能杀我，便令我掌管诏狱，既提防我又贬损我。我借机折服，一边暗中网罗人才，一边暴力除掉当年惨战的参与者，却也成了令世人既怕又憎恶的玉面罗刹。蓝强，我不算好人，也不是君子，我只能将真实的自己剖给你，你要或不要，总归我沈寒缠上你了。我觉得赵南强小姐和玉面罗刹很配啊。沈寒越发忙了，白天忙公事，晚上忙我。长夜静谧，我常在这般安稳相伴中安然入眠，心底慢慢生出安稳暖意，
二人皆沉于这份静好温情之中。我不知道这个宅子的外面是怎样的腥风血雨，也没想过是不是该为沈寒分忧解难。能做的便只是听话的守在这座大宅内，不踏出一步。门外跪着一位女子，如果我现在出门，会给沈寒带来危险吗？在门口不会。阮清宁，你竟真的和他在一起了？上次告诉你了，我们是要成婚的。沈大人什么身份？不可能会看上你。你不是恨沈寒吗？今日为何如此？我今天是来做交易的，只要沈大人愿意放了我全家，我愿以京城第一淑女的身份，亲自上门请沈大人收了我。你是已嫁之人，他如何能娶到你？我和周明安已经和离，自然可以再嫁。你回去吧，沈寒只喜欢我，不会要你的。哼，要不要可不是你说了算。晚上沈寒回来，我给他讲了白天的事。你说的很好。哪句话说得很好？只喜欢你那句阮清宁要跪就让他跪着。一时竟不知如何言语。庄兰香，我向你道歉，向你忏悔，我不该存心害你，求你帮我救救我家人。自作孽不可活。他嫌周明安被罢官，便与他和离，却不知周明安现在不仅官复原职，且主管了这几起矫枉症的案件。你是说，他其实不应该来求你，而应该去求周明安？夫人，我不喜欢你口中说出周明安3个字。今晚，为夫须得好好的惩罚你。周明安重新上任后，将几起案子办理得漂亮利落，一时风评极佳。阮清宁的家人，除了阮太傅，也都放了出来。据闻阮清宁数次登门去周府求见，周明安一次也没见过他。沈寒那日说我可以在京城随意的活动了，很高兴，也不问缘由，和小女孩连着好几天去逛各种以前连门都不敢踏入的铺子。表哥，你做什么？兰江，我要自荐枕席。自荐什么？我自知自己是喜欢你的，却秉持规矩礼法，视你的投怀送抱为洪水猛兽。我自命不凡，自以为是君子，是柳下惠。可谁也不知道，我在对你冷眼以避时，却夜夜梦见你，梦见把你。我心中的野兽越是躁动，便越只敢远离你，甚至说出那些言不由衷的话。可是蓝强，我后悔了。我读了那么多书，却从未坦然面对过自己的心。原来我从未喜欢阮清宁，只是觉得她是最完美的妻子，误以为那便是喜欢。她与我提出和离时，我真正的松了一口气。我看见你和沈寒在一起，只觉天都塌了。我夜夜难寐，悔不当初。我无法接受曾经那个满眼只有我的小姑娘，现在却被别人搂在怀中。蓝翔，你还未和她成婚，对不对？我不管她是什么身份，不管她会怎么对付我，我只要把你抢回来。可是表哥，我心悦沈寒。人人都说我是笨美人，我也觉得如此。所以从小到大，我总是按照别人安排的路一步步的走，却从未问过自己喜不喜欢，愿不愿意。我曾经大概是仰慕过你的，但这几年你我之间难堪的搓磨，那点情愫早已烟消云散。沈寒出现后，我好像换了一种方式生活，他让我更多的关注自己，更喜欢自己。对，我好喜欢和他在一起时的我自己。我总是想着他，不在的时候想，在的时候也想。一转身，看见眼前那道熟悉的身影，沈寒静静地伫立在墙角，凝视着我。那天晚上，沈寒心绪难平，我望着他神情变化，一时心绪纷乱无言。你想做皇后还是贵妃？这还能选？能的。贵妃吧，
皇后大抵是需要点脑子的。好。没多久，他把我带进了巍峨宏伟的皇宫。他的登基大典和我的贵妃册封仪式，在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里一并举行。周明安晋升礼部尚书，全权负责大典一切事宜。我后来知道，周明安是沈寒选中的新朝人才之一。当初矫枉过正的几个案子，也是沈寒刻意的留下，为他仕途铺路的。还有皇后吗？有的。那其他的妃子呢？根据朝廷礼制，后宫设婕妤、嫔妃、贵妃、皇后各一人，都有的。没多久，我的2个妹妹被接入宫中，分别赐了永平郡主和永乐郡主的封号。二妹喜经商，时常女扮男装溜出宫外，开铺创店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三妹喜读书，立志成为名垂青史的女官，时常小年纪捧着一摞书，走在去文渊阁的路上。小女孩向往自由，手里攥着沉甸甸的银票，我赏了她1万两银子。她说要找个像谪仙一样的夫君。姨母现在直叫烦，尚书被罢官后，生怕她改嫁走人，天天缠在她身边。贵妃，皇上今日翻了庄嫔的牌子。唉，把那套嫔制的衣服取来，摆驾宜春宫。庄妃果然不负我的期许。皇上，我是庄嫔，你怎能在我面前叫别的女人名字？庄嫔侍驾有功，即日起擢升一级，赐为妃。谢主隆恩。窗外夜色漫漫，这一人撑起整个后宫的日子，道阻且长呢。